大家好，这是我新买的这一批兰花，我打算今天给它们做一下处理。有一些兰花需要换盆，有一些呢我就不打算换盆了。我之前买过的兰花呢，基本上买回来都要换盆的，因为我怕植料里面有虫子，特别是蜗牛。特别是这个兰园买的兰花是发现过蜗牛的。但现在呢，我不打算换了，因为这一批买的兰花特别多，20多盆，都换下来，我用的植料就太多了，而且我剩的植料也没有多少了。我发现它的植料其实质量还是很好的，它用的是树皮、椰壳，还有一些木炭，里面还有一些缓释肥。我打算呢还是用这些植料。那如果有蜗牛怎么办呢？我打算就用一些杀虫剂，然后用一些杀蜗牛的药放在上面。但现在呢，我要每一棵都检查一下，因为有的确实是需要换盆的，比如说有的盆太小，这种就需要马上换个盆。你像这棵就长得特别好，它有一个花芽了。那这种带花芽的文心兰是不能马上换盆的，如果你换盆有可能伤到老根，那老根都死掉以后，有可能你这个球茎就吸不到水，然后就迅速的干瘪掉了，花芽也不会长得特别好。那对文心兰这一类的，最好是在长新芽的时候再换盆。文心兰的根基本上都是在新芽底下长出来的，所以老根如果坏掉以后呢，新芽的根马上就能补充上来。所以这棵呢有足够的空间来长新芽，而且呢它正在长一个花芽，所以这棵不适合换盆。这一棵呢正在长新的叶芽。其实如果要换盆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它换盆是最好的。那现在呢，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来长这个叶芽，这个花盆也大小也非常合适，所以我就不打算换了。但目前呢就给它简单处理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叶芽已经长出来了，但是呢它包裹在老的一个叶子下面。那这种呢就容易会产生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它新长的根扎不到这个土里面去，会被这个叶子给包住。那时间久了以后，它有可能会往上长，往上长的根有可能就会干掉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需要把这个外面这个叶子给它去掉。这叶子是绿色的时候给它去掉是非常容易的，一掰就掰下来。把老的一些黄叶尽量给它清理干净。那老的黄叶呢，在底下容易隐藏一些虫子，所以如果有枯枝枯叶，最好给它们清理干净。那这样去掉以后呢，如果这个地方再长新根的话，它就直接会往土里面扎了。所以这棵呢就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就行了。这棵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叶子去掉了，可以看到这个根尖，如果不去掉的话，它就长不到里面去。这棵就行了。这棵呢，花盆大小也非常的合适，这是一个新长的芽。这棵并不适合换盆，因为这底下的新芽已经长了很多根了。如果你现在换盆的话，这个根伤到的话，它有可能很长时间就恢复不了，长不出新根。那长新根基本上都是在最新的球茎上长新根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根受到损伤，如果再长新根的话，那要等好久了，所以这棵不适合换盆。那这一棵可以看一看，这棵这个球茎已经有爬到上面来了。最底下这个球茎在这儿，最新的球茎长到这儿，这个根已经长到外面来了。那这种呢，这个盆的大小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是最新的球茎已经长到边上了，如果再长一个新的话，它肯定就会长到盆外面来了。所以这棵呢，我想给它稍微挪一下位置，这个盆还是用原来的盆，但是呢，只是把这个新的球茎给它尽量往盆的中间挪。所以这个呢，我打算给它换一下。
植料给它倒出来。看根怎么样？底下有一些烂根，需要剪一下。既然已经脱盆了，那就彻底换一下吧。我会把这个烂根都去掉，然后彻底给它换盆。看这个球茎长这么高，它被底下这个球茎挡住了。如果我要让这个球茎这个根扎到土里的话，我需要把土埋在这儿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球茎就会埋到土里面了。那时间久了的话，这个就会烂掉。所以呢，我就需要把这个掰掉。这个已经挡着它的路了。把它掰掉。这个已经是老的球茎了。那这样，这个呢也在下面，但是这个呢，我可以稍微掰着种一下，因为最好呢，一株里面最好有3个球茎。如果球茎太少的话，它会影响新的球茎发育的，因为新的球茎需要在老的球茎上吸收营养。那这个呢，我可以暂时这样种，歪着种，或者呢，我就干脆把这个也掰掉吧。好，把这个也掰掉。好，暂时就这样。那这颗呢，你看掰掉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老的球茎，看老的球茎下面的根基本都是烂根。那这个新的球茎下面的根呢，基本上都是好的，这都是新长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用水给它冲干净，然后重新给它种一下。好，这颗就种好了。虽然只有2个球茎，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2个都比较饱满的。这个球茎已经基本长成了，所以呢，它下面应该再孕育一个新的小芽了。而且这个球茎的根并不多，它呢会接着长根的，所以这里面的球茎，它下面的根如果烂的话，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这颗呢就种好了，我尽量把它放在中间，但是因为根的位置长得比较歪，所以呢挪不到中间，那只能先这样了。应该还可以留下足够空间长一个新芽的。那等到这个新芽再长大以后，有可能这个盆就不够大了，那时候再换一个新盆。这个就换好了。刚才掰下来这个小的球茎，我也暂时不会扔掉，会给它放到水杯里水培一段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再长出一个新的小芽。有的时候这么大也能长出新的小芽的，但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，试试看吧。这颗文心兰呢，这个盆非常的合适，大小非常合适，而且还在长花芽。那这个阶段是不适合换盆的，这个就这样，我不需要做任何处理。只是要把这个枯叶子需要给它摘干净。一会儿呢，我就给它摘一下。就看看这一颗，这一颗正在长新芽，这儿有个新芽。这儿有个新芽，这里也有。这个盆看起来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，我觉得应该给这个换个盆，因为长新芽的时候是它换盆的最好的时机。它也没有长花。这个呢，如果今年不换的话，明年也需要换了，因为这2个都长成这么大的话，那这个盆就头重脚轻，根本就立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把这颗也换一下。现在就来先脱盆，看看这个根。这个根特别的好，几乎没有烂根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打算给它拆植料了。
只是把新芽外面的叶子给它拆掉，尽量让新芽的根能够往下扎，把干枯的叶子也给它清干净。我准备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，比原来的只大了1号。那直接呢就把这个连根带原来的植料就给它放到里面去，尽量把最新的芽放在盆的中间，底下先放一些树皮，然后四周再用新的树皮、新的植料给它填满。我用的植料呢就是树皮，然后加一些珍珠岩，再加少许的水苔，填满就好了。填的过程中呢，要不断的拍打盆子，让这个植料掉下去，尽量把里面的空隙都用植料填住。好，这几颗文心兰就处理的差不多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给它放一点杀蜗牛的药，因为我最怕的虫子其实是蜗牛。那给它每个盆里面放2粒杀蜗牛的药。其他的虫子据我观察好像应该没有。那最怕就是蜗牛，因为蜗牛会把嫩的根都吃掉。但目前看呢，这些兰花的根都长得比较不错，可能没有大的蜗牛，但就怕有蜗牛卵。那一会儿呢，我再喷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在这个叶子上面。好，这几颗文心兰就处理好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